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接触到人民币，而如何辨别真假的人民币，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人关注的问题。近日，一位银行工作人员朋友告诉我，一个辨别真假人民币的神奇方法，只需要滴一滴水在人民币上面，假币就可以立马现原形。方法简单，特别的实用，保证你一辈子也不会收到假币。1. 检查安全线。纸币的安全线是指一条镶入纸张内的金属线，它位于人民币的正面。从90度的方向看，安全线为红色的，而呈现30度的角度观察，则为是绿色。安全线上还标有是100或者是50的字样。这些特征都是特殊的工艺制作，很难被仿造的。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安全线，可以发现真假钞之间的差别。比方说，假钞的安全线可能是颜色不均匀，字样比较模糊，位置不准确。如果用这种方式发现不对劲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这张票据是假的。2. 看日期。人民币的反面下面一行都会有一个年份的日期，而在年份日期的下面有一串数字，我们这样是看不清楚写的什么，只看到稍微粗一点的线条。但是我们拿出手机，打开手机的照相功能，对准这个位置上拍上一张照片，再把拍好的照片翻出来扩大，这时我们会发现年份的日期下面有一排小字，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年份的日期下面有一行小字。接着把拍好的照片翻出来扩大，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年份日期下方的一排小字看得清楚，上面写的都是人民银行的字样，这个就是真钞。假钞是做不了这种工艺的。要是我们遇到了年份日期下的小字，扩大之后看不到字样，这样我们就不会收一些假钱。3. 用水滴。获取一点水，滴在纸币的任何位置，静置1分钟左右，再去手揉搓，真币是不会起溶的，而假币在打湿之后会起溶，同手就能够明显的看出来。假币上面的图案也是拼接的，将钞票左右对折，拼接到一起的时候成一个椭形，后面围成了一个圆圈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图案是完全吻合的。像钞票后对折，能够看到这中间是有一个圆，圆里面有一只小鸟的图案，说明这个是真的。钞票的前面对折，拼接在一起的时候，图案完全的吻合，里面有5条线，可以完全的拼接到一起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你帮我点个小爱心，点个关注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4. 看图案。我们先把钱放平，毛爷爷的一面朝下，再将纸币的两边往中间的对折，再把两边合到一起。这个时候就会发现，在中间靠边的位置，上下形成了一个完形的圆形，在圆形的中间有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，它们上下的图案完全吻合，那么这个就是真钞。如果我们这个上下的图案线条不吻合，看上去还特别的复杂，那就是假钞。5. 灯光照。我们打开手机的手机灯光，照到纸币下角，一般在手电筒的灯光照下，显得出完整的字样，比如100，它会显示是100。如果用手电筒来照明，它的数字不完整，那就是假的，因为只有在日常看它是零碎的片段。除了左下角之外，还要照一些纸币的中间，一般纸币的中间有一条安全线，如果用手电照不到的话，也可能是假的，这条线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只有用手电筒照射才能看到的。6. 摸一摸。我们经常会使用摸一摸的方法，
检查人民币是否真的。一般来说，像摸人像的领会一样，如果是很多人制造了假钞票，很多人辨别真假的长放，所以他们会将它进行改进。那我们除了可以摸一摸衣领之外，也可以摸一摸人这样一些鬓角。一般人像的鬓角会有明显的突出感。如果你想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可以在摸完领子之后，摸一摸人像的鬓角，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它的真钱假钱。7. 是否掉色？日常生活中，如果在粗糙的表面上磨合我们的人民币，会开始到轻松的掉色，因为人民币的某些部分使用了特殊的仿油墨，会出现轻微的掉色。这种现象是正常的，也是人民币仿技术的一种。然而，如果人民币在正常条件下出现大面积的掉色，或者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颜色发生了变化，说明钞票可能存在问题，应该及时的提高警惕。8. 听声音。通过声音判断人民币的真假是一种常见的方法。这种方法主要依赖于人民币纸张的物性特性。手持人民币用力的抖一抖，或者手指尖弹一弹，会发生清脆的声音。这是因为人民币的纸张纸质具有挺阔、耐折、不易撕裂的特点。两张手一只一只轻折，听到清脆的声音。如果纸币的声音听起来发闷、不清晰、没有声音，那么纸张可能是伪造的。伪造的纸币通常使用的质量比较差的纸张，那些在晃动时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对称拉动纸币，真币的声音应该是连续的。如果声音断断续续有异常躁动，那么这张纸可能存在了问题。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我们外出消费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是手机支付，现金支付的时候真的是少之又少。然而现金在生活中仍然是不可缺少的，在很多场合都需要用到。比如我们去山区郊游，山区的信号不差，手机支付不太便利，很多人在外面摆摊的老爷爷、老奶奶，他们没有手机支付的渠道，就像手机没电了、电子设备失灵等等情况，没有办法使用移动的支付，所以需要现金支付。随着我们的接触现金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导致对现金已经生疏，很多生活中更加难以辨别手中的钱币真假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辨别钞票的真假都学会了吗？以上的几个小方法都能够辨别人民币的真假，方法特别的简单实用的，学会之后再也不用担心收到假钱啦。好了呀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